近日，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其中就再次提及所谓的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双方已然达成一致。这是美日双方今年内针对中国台海的第2份联合声明，此前是拜登和菅义伟定下的针对中国大方针，如今且是细化之后单独针对某一部分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双方外长会谈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美国夏威夷进行了会谈，而这次谈及的却不是台海问题，而是东海问题，也就是钓鱼岛。并且随后日本就发布了1年1度的外交蓝皮书，其中不仅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还对中国内政问题大肆指手画脚。从这接二连三的动作来看，其中心内容无一不是直指打压中国。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现在和美国狼狈为奸已是板上钉钉。对此，中国几次发出警告，但是美国与日本却一点收敛都没有，还让岛内某些分子再次张狂了起来。此前，在一场岛内魑魅魍魉的活动中，岛内某些分子再次仗着美日的动作，公开妄言要台省成为正常化国家，试图继续鼓噪团体铤而走险，完全没有自知之明。而在如今美日再次提及台海的情况下，岛内还能不继续沸腾？虽然在美日密集会谈期间，解放军军机再次巡台，但是台海局势恐要生变。要知道，最近美媒就发布了一篇报道，其中明确给台岛发出信号，表示中国在台海的动作并非作秀，而是切切实实的希望快速统一，给台海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岛内自己投降。英国媒体同样对外发表了类似意见的文章，来渲染台海局势的危险。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样一来，台海军事冲突的风险明显就会加剧，因为岛内的某些分子，不管是毫无自知之明，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都会趁机继续借助美日的动作，把整个台海地区的局势搅乱，以此来谋取私利。所以最近国防部就借着有记者提问台当局设立所谓的监视区、警告区、摧毁区的问题，再次发出警告，无论这些人设置的是什么县、什么区，都无法撼动收复的决心。某些人企图以武谋独，只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其实言下之意明显就是警告某些人，美日的动作和你们无关，所有做多余的事都只能是无用之功。而对于美日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明确表示，请美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然呢，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以最近解放军演习动作又一轮已经开始了，东海、黄海、南海都是中国必守之地。据日媒日经新闻在5月4日的消息，基于对所谓数据安全的考虑，日本计划禁止使用所有与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设备，转而寻找本国制造的无人机产品。不过尴尬的就在于，日本几个巨头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本国的无人机产品居然没有一个能打的。这条被外界调侃成抵制中国货的禁令，最先开始推广的是日本电信巨头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九州电力公司。这2家企业通常是使用无人机对电缆状况进行日常的检测巡查，而其中绝大部分无人机都来自中国的大疆。此外，日本官方机构海上保安厅也开始禁用中国无人机，认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为此准备着手寻找日本国内制造的无人机进行替换。不过就在日本国内大张旗鼓地搞抵制中国货的时候，现实却给了日本一个残酷的真相。据日经新闻指出，有日本业内人士坦言，与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设备相比，不论是价位还是功能，日本制造的无人机都显得十分不中用，性价比极差。如果东京强行推行禁令，很可能会制造日本国内相关企业的混乱。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相关产业技术能力的落后，很多无人机性能无法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因为产业链的不完整和生产规模的限制，很多产品和零部件需要外来引入，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无人机成本极高，对外售价就可想而知。同样性能的一款产品，日本无人机的售价往往比中国要贵数十倍。就这个情况，日本无人机产品根本无法和中国竞争。值得一提的是，有网民十分感慨，30年河东，30年河西。遥想在2006年的时候，日本东京当局以涉及泄露军事技术为由，禁止向中国出售无人机，防止落入中国军方手里。结果转眼10多年过去了，中国通过自己的研发和创新，将国产无人机推向了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我国制造的无人机产品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而当时高高在上的日本无人机，却到如今已经是苟延残喘。即便强如美国，在面对中国无人机产业时，也不得不采用防御姿态的方式，用政府禁令来守护市场，而不是用产品竞争的方式。现在日本还想要再一次封锁中国无人机，只怕得到的结果就是彻底与世界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和思路失之交臂。中国海军已于5月2日派出山东舰航母编队进入南海进行海上训练，加上辽宁舰航母编队，中国海军罕见同时展开双航母出巡。此次海军公告和辽宁舰训练的公告相似，
都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且按照常态组织类似演习活动，只不过区别在于山东舰航母编队训练海域是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的。有军事专家特别注意到，这次山东舰编队的训练，无论是航母编队训练科目还是所在海域上，都与辽宁舰训练有所不同。比如山东舰更侧重综合作战要素的训练，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战化。倘若不同的航母编队都能在不同的海域适应气候条件，那么这意味着航母编队的实战能力正在快速形成。辽宁舰航母编队前脚在台海、南海周边海域完成训练，后脚山东舰也进入南海训练。难不成如外界所言，动武的时间定了？这段时间以来，美国频频派出军舰、军机进入到南海相关海域，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赖在中国地盘上不走，利用军事活动向中国发起挑衅。就连5.1，美国也没有消停。5月1日当天，美军再次派出 E-8C 联合星战场监视指挥机以及 EP-3E 白羊座电子侦察机，联合闯入南海进行军事活动。仅4月份，美军就至少出动65架次大型侦察机，逼近南海相关海域展开侦察。此前，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时还遭到美军机的近距离侦察和干扰，尤其是美军军舰马斯廷号紧跟辽宁舰编队身后骚扰。如此狂妄的举动让我国人气愤的同时，也让我国人意识到未来美军对中国航母的骚扰会常态化。说白了，美国如今一系列举动都是想将中国打回原形，恢复成以前什么都没有的中国。这可能吗？中国双航母编队罕见同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尤其是山东舰此次在训练前还首次展现了全状态作战训练的画面，12架歼15飞鲨战斗机列阵甲板之上，极具实战意味。南海局势生变，我军正在给拜登上最后一课。面对美军的多次挑衅，我军不仅不慌，反而能够借此进行各种抗威胁、抗干扰的实战训练。中国航母编队还能通过驱逐、变换队形等多种方式抗击骚扰，以达成良好的防御效果。虽说中国是否决定动武，就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再妥协，清算的时候到了。而美国人也该醒悟，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软弱只会让美国变本加厉，只有强硬才能让该国害怕。据美媒国家利益在当地时间5月4日刊登的一篇名为《台湾未来可能要面对的噩梦》的文章。该文章作者克里斯·奥斯本此前曾担任美军五角大楼陆军部长下属办公室技术专家。该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一谈到两岸关系，很多人会想到中国新服役的075型两栖攻击舰，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海上的移动平台，真正拥有威胁的还是上面搭载的作战装备。而在众多的作战装备中，中国陆军被外界忽视的直十和米171可能是台湾未来面对的真正噩梦。文章中提到，综合中国近期的一些消息来看，解放军在华东地区，尤其是福建沿海地区进行一些兵力部署和登陆作战演习，而其中直十和米171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攻击方式，配合上新服役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未来解放军的两栖攻击战术已经走向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据文章所说，解放军的陆航部队在近期的演习中采用了8根锁降绳同时进行空降的方式，最大化提升自己的空降效率。而在国际中普遍的操作方式是1根或2根锁降绳，一方面是考虑到部队的协同执行能力，另一方面是直升机机舱口较小，同时锁降数量多，需要对直升机的驾驶员有极高的操作要求，对锁降人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该作者提到，台海如果爆发战争，中国可以利用直升机部队快速将大批量的两栖作战部队分散部署到周边各个岛屿上，而因为多锁降绳的高效率操作，单次锁降作战，直升机可能只需要停留不到5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部署一支精锐小队。这意味着解放军一旦选择动手，将能在最短时间内，同时在台海周边的各个岛屿上布置大量的精锐部队，而伴随着远程火力和大量无人机的掩护，这些分散在各岛屿的两栖作战部队将会从4面8方进行登岛作战。而基于两岸的火力与侦察能力的差距，在台军眼中，很可能就是大量未知数量、未知方位的袭击在时时刻刻发生。这一幕或将是台湾未来面对的最大噩梦。实际上，这2款被外界忽视的装备，除开用于快速空中突袭任务外，同时可以用于广泛的侦察任务和反潜任务。这一环也同样是解放军对于防止外部势力有限介入的警惕。